虽然今天是大喜，但是江爷爷早早的就来到了园区，因为今天是宝家体检的日子，以及为乐宝治疗皮肤的日子，江爷爷在其旁边才会安心。而乐宝因为有奶爸在旁边也很配合，江爷爷表示，这个季节加上乐宝的荷尔蒙变化，让乐宝的皮肤问题加重了，但相信坚持治疗以及陪伴乐宝度过这个时期，乐宝的皮肤会再次恢复的。忙碌完早上的宝家体检时间，江爷爷来到了室外园区，有些竹子歪倒在了瑞宝辉宝的小树上，江爷爷对其进行了收拾。被裁剪下来的这些竹子也不能浪费，而是全给尤其是乐宝这里，为了满足乐宝的口腹之欲，大多数竹子都给了乐宝。这还是乐宝第一次坐在家里吃外面的观景竹，乐宝表示以后可以多下点大雪，把园区的竹子全压断，这样自己就有更多的观景竹吃。最后乐宝吃着吃着都吃睡着了。第二天又下了点雪，江爷爷来到园区的第一件事依旧是收拾园区里面的雪。江爷爷摇晃着竹子，飘落在竹子上的雪全落了下来，而圣西姨母这里则是给瑞宝辉宝在小亭子上堆了3个小雪人，象征着爱宝瑞宝与辉宝。一会儿雪越下越大，乐宝这里都快被雪覆盖了，乐宝一动不动，就这样享受着被雪覆盖的感觉。而辉宝这里仅出来一小会儿，身上就也被覆盖白了。江爷爷一转头的功夫，乐宝又爬上了树上。风雪越大，乐宝越浪。江爷爷用雨靴测试了一下，此时的雪有多厚？江爷爷目测大概有15公分了。而这天整个爱宝乐园都变成了白色。福宝玩轮胎时，竟然把这轮胎砸到了。这当然不能怪福公主笨，一定是轮胎坏。轮胎这下惹毛了他。福宝对着轮胎不断发泄着情绪。如果轮胎会说话，轮胎肯定在向福宝道歉。等等，轮胎好像坏了。福宝这是闯祸了。心虚的福宝赶紧离开了轮胎。轮胎成了这个样子，只能靠徐奶爸来修了。而福宝就在房子里静静看着徐奶爸修轮胎，不敢靠近徐奶爸半步，生怕徐奶爸发现是自己弄坏的轮胎。哎呀，这轮胎是谁弄坏的？并不是我福公主了，这一定是轮胎自己坏的。但徐奶爸心里跟明镜似的，毕竟整个园区只有福宝一只熊猫，真相只有一个。但徐奶爸当然不会因为这个就生福宝的气。福宝能这么活泼，才说明福宝现在的状态很健康。其实徐奶爸之所以在园区增加这个轮胎，就是为了让福宝发泄情绪的。目前看来是真的有奇效。不过福宝对轮胎太热情了，还没装几天呢，轮胎就成了这个样子。不过徐奶爸3下5除2就把轮胎重新固定住了。轮胎修好后，徐奶爸潇洒离去。福宝也在这个时候走出了房间。福公主走向轮胎，她这是来视察徐奶爸的工作，她倒要看看自己的好朋友轮胎先生到底有没有被修好。福宝仔细端详着轮胎，随后走到了轮胎下，还用头顶了一下轮胎，测试了一下轮胎的稳定性。福宝看到自己的轮胎先生安然无恙，表示甚感欣慰。徐奶爸又一次讨得福公主欢心。其实徐奶爸在福宝眼里应该是个英雄吧。福宝抚摸着轮胎，决定要好好珍惜它，起码这次要让轮胎坏得晚一点。圣谢阿姨招呼辉宝从架子上下来，辉宝心想，这是要给自己喂小零食吗？辉宝高兴坏了，但他看了看圣希阿姨的手中，发现并没有小零食。辉宝知道圣希阿姨的小零食都会放在口袋里，便又往圣希阿姨的口袋里钻，想要找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小零食。但刚才姨母已经全将小零食喂完了，此时姨母这里两手空空了。但辉宝仍是不信，辉宝抱住了姨母的大腿，直接撒娇不起来了，妥妥是个耍赖的小宝宝。姨母的心也彻底被辉宝这一动作拿捏了。姨母走回去给辉宝拿小零食。时间过得很快，瑞宝辉宝该下班了。然而明明已经到了下班时间，瑞宝和辉宝却还在爬架上挂着睡觉，不肯挪动一步。老宋头叫了好几遍，瑞宝和辉宝跟没听到一样。老宋头都着急了。老宋头走进园区，随手掰断了一根竹子，然后在竹子上插了一块小零食，还特地让辉宝闻了闻，随后便放在了小木床上。这是老宋头常用的欲擒故纵手法。老宋头招呼着瑞宝和辉宝从爬架上下来，不过瑞宝依然懒洋洋的不肯动，只是抬了抬手回应老宋头。瑞宝总是沉稳的不像是个孩子，另一边的辉宝就没这么沉稳了，他急着爬下来。辉宝用他那小腿斗腿丈量着自己与脚下着力点的距离，试了试发现简直是差之千里。辉宝整个身子向下出溜了一下才踩到着力点。辉宝说什么都要吃到小床上的小零食。辉宝费了半天功夫可算是下来了，看样子零食已经是辉宝的囊中之物了，但这一切都在老宋头的计划之内。
唯一今天遇到了江爷爷在室外为宝家清理室外园区的场景，因为此时宝家成员都没有在室外，所以有问题可以直接面对面告诉江爷爷。而由各种友谊依旧对江爷爷讲道：“谢谢江爷爷把福宝养得这么好。”江爷爷一听到福宝，笑得简直不要太灿烂。之后，江爷爷托依依给福宝带话，表示自己过得也很好。而因为这2天连续下雪，工作量比较大，所以2个爷爷都在。瑞宝、辉宝这里每天都是双倍快乐。宋3岁放下竹子，转头发现自己门没关，立马又冲了回去，给一旁的辉宝都看傻了。辉宝表示，刚才好像一只大黑耗子钻了出去。宋3岁回去后，给爱宝把门打开了，爱宝摔辉宝进去。辉宝转了一圈，通道里也没什么东西，便又走了出来。辉宝一天没啥事儿，就是溜达，自由大兵，想干嘛干嘛。这一点随了他爹。今天人家都回家了，他爹还在室外园区睡大觉呢。只要有床，乐宝才不管室内还是舍内，反正都有空调，在哪睡都一样舒服。只不过让老宋头又有点疯癫了，发了篇长文，意思是有意义的工作往往充满疲惫，轻松的工作也是没有意义的工作。一次发了8遍。宋3岁这都开始自己 CPU 自己了，同时也是自己摔了2个屁股蹲后的感悟。恋爱宝乐园的雪还没有融化，宋爷爷和圣希阿姨开始为熊猫宝宝们堆雪人了。圣希阿姨在台子上拍拍打打，很认真的在为雪人捏出轮廓，很快就成型了。但是不知道最终具体要捏成什么样子吧。相比圣希阿姨来说，宋爷爷的进度好像有些慢，是因为宋爷爷的这个雪人胖嘟嘟的，相对耗费时间久一些。宋爷爷还认真的勾勒出熊猫的爪子。宋爷爷观察了一下，感觉这个雪熊猫还不够胖，又用雪夯实了一些。这只熊猫可太形象了，而且姨姨们越看越眼熟。另一头，圣希阿姨的可爱熊猫雪人也要大功告成了。相比宋爷爷捏的来说，这个雪人体格小小的，就好像是熊猫宝宝。宋爷爷大功告成后，在熊猫雪人上写下了 FU 的字样，看样子这只熊猫雪人代表的就是福宝了。宋爷爷这是又在睹物思熊了，也是想让乐宝看看他的大女儿。宋爷爷还为他插上了些竹子以及一些小零食，这些都是福宝爱吃的。宋爷爷满满的成就感，迫不及待掏出手机与福宝雪人合拍了一张照片，这也算间接和福宝合影了。看得出来宋爷爷十分高兴。随后乐宝慢悠悠地爬上台子，在雪人前吃起了竹子，这让圣希阿姨的情绪价值拉满了。这个画面好令人感到欣慰。可惜乐宝一不小心，一巴掌把熊猫雪人的头打掉了。乐宝吃了一阵后，用后爪挠了挠脖子，看得出来此时乐宝非常惬意。而底下的雪人福宝就在一旁静静地陪伴着乐宝。在小亭子上吃差不多后，乐宝走下小亭子，他可算发现了福宝雪人。乐宝看起来很兴奋，一下趴在了福宝身上。糟糕，乐宝的力气太大了，福宝的耳朵掉了。眼瞅自己给福宝雪人弄坏了，乐宝似乎也有点后悔，在福宝前趴了一阵，仿佛是在跟福宝道歉。之后乐宝就安安静静在一旁吃竹子了，像是个犯了错误的小孩。宝对室外向往了一天，在下午临下班时终于踏上了室外园区的雪地。姨母和永宽为乐宝来室外做了充足的准备。姨母和永宽为乐宝制作了2个雪人，做雪人的时候就迫不及待的想要看乐宝玩耍了。一会儿乐宝来到园区后，径直爬上了小亭子。乐宝先是吃了一会儿自己的小零食，补充了一下体力，稍微吃了几口就开始玩耍了，就连雪人上的窝头都没注意到，抱着姨母堆的雪人头一顿磨蹭，没几秒就给雪人头蹭了个粉碎。蹭了一会儿后，才发现刚才掉落的窝头，乐宝又停了下来，先将窝头吃掉。吃完窝头后，乐宝才开始正式享受这厚厚的白雪。乐宝从小亭子上下，来到了永宽堆的雪人前。乐宝一个熊抱雪人碎一半，爷爷忙碌2小时，乐宝使用2分钟。当然，姨母也没有忘记瑞宝、辉宝。姨母堆了2个小雪人，送来给瑞宝、辉宝，还在上面插了小苹果。姐妹俩对这迷你小雪人也很是喜欢，尤其是辉宝，吃完小苹果后，捧起小雪人放在自己身上一番宠溺，表现出了简直不要太喜欢的样子。辉宝总是懂得如何给人提供情绪价值，而姨母也被辉宝这玩耍小雪人的样子哄得很是开心。